先来更新几条003的最新消息。6月3日，003没有下水，却骗来了一架美国 RC-135U 飞到上海外海，最近处距离我国领海基线仅29海里，可谓非常嚣张。那么这架 RC-135情报机是专门冲着003而来，还是过来欢度端午，亦或是有什么其他目的呢？这个我们稍后再说。我们先来关注一下万众瞩目的003。这是5月31日，美国国际战略研究中心 CSIS 公布的江南造船厂高清卫星图。如图可见，航母后面位置的 H-2627 已经出坞，并移动至3号船坞的入口处，里面还有一艘在建船只为坞内平移过来的 H-2729，而原 H-2627 的位置已经注满了水。这里需要注意的是，4号船坞内负责控制水位的有2部分，一个是坞门，另一个则是挡水板，也就是图中用白框标出来的部分。003想要下水出坞，需要先将坞门和挡水板之间的这部分水排干，然后再将中间的挡水板移除，这样整个4号船坞将处在全干状态。最后就是选一个大潮日进行注水、开门和出坞了。接下来我们再来看看此后几天又发生了什么。这是6月7日最新的卫星俯拍图，分辨率跟刚才 CSIS 那张肯定没法比了，民用的也只能看到这个程度了。不过尽管分辨率不高，我们还是能看出一些东西。航母后侧这坞门的部分看起来已经排水完毕，整个4号船坞已经全干，不过看起来中间的挡水板还在。而3号船坞的部分，此前上半部分空出的空间已经有2艘船体进入并已开始施工，而此前的 H-2627 和 H-2729 也有变化。回到5月31日的卫星图，当时这2艘还只是半个分段，到了6月7日时，另外的分段已经完成合拢。这是第二天6月8日的卫星图，可以清晰看出船体合拢后的样子。此时我们注意到，位于4号船坞的龙门吊已经移动至003的尾部，也就是刚才挡水板的位置。那么这个动作是不是表示已经开启了挡水板的移除工作呢？6月10日曝光的一张照片终于给出了答案。这图就不是卫星图了，而是一张难得一见的高清俯拍图。如图可见，航母后面原有的挡水板已经不见了踪迹，看起来出坞前的最后一步已经完成。而003甲板上的清理工作也已差不多了。最重要的是，从这个侧拍图可见，舰岛上的脚手架也已经拆除完毕了。而5月31的时候，我们还能清晰看到上面的脚手架仍然还在。所以种种迹象都表明，距离003的下水真的是越来越近了。我们再回到6月10日那张图，我想很多人应该也都注意到了，在舰岛下方有一块黑色的部分，比甲板的其他部分更深。很多网友都分析说这是舰岛的阴影，而我却并不这么认为。能形成如此大面积的阴影，阳光需要足够充足且有足够的角度，而我在整张图片中都找不到其他建筑物有类似方向的阴影。其次，这些分析是阴影的人想必并不在上海，或者人在上海却忘记了当天的天气。这是6月10日的天气预报，白天和晚上都是小雨。所以既然是小雨，没有太阳，又哪来的阴影呢？而整张照片也都透露出一股湿哒哒的阴天感，所以阴影说也就不成立了。那么甲板上那团黑色又是什么呢？个人推测，有可能是在拆除舰岛脚手架时，为了不让施工过程伤及甲板而铺上的保护层吧。至于前面3道电磁弹射器上的工作棚，个人认为其拆除与否并不影响下水进程，主要还是看3座电磁弹射器的预西装进度。参照同样采用电磁弹射的美国福特号航母，其2013年向船坞内注水时，甲板上仍然有大量的工作棚存在。而且003上这3个工作棚的主要目的是为了避免让电磁弹射器这种核心设备在后面的西装阶段受到强腐蚀性和导电性液体的侵蚀。而现在又正值上海的梅雨季节，所以这3个工作棚个人认为也有其保留的必要。也正像这名网友用 Minecraft 制作的003下水动画一般，这3个弹射器棚并不妨碍003的下水。这是隔天6月11日的最新卫星图，尽管分辨率不高，但我们还是能看出挡水板已经被移除，4号船坞已经全干，而003也只剩下这最后一步，那就是选好一个大潮日注水、浮起和出坞了。看起来已经万事俱备，箭已上弦，未来任何一天都有可能官宣下水。如此看来，完全没有必要再拖至7月份之后。不过按照此前海事局公布的0263号公告所述，那个有可能是003未来西装地点的新建港池，挖深作业要全部完工，至少也要到6月30日。那么4号船坞该不会就这么再干等半个月吧？所以到底是003的西装地点另有他地，还是那篇公告根本就是个烟雾弹？孰真孰假，我们静观其变。最后再来看一下6月3日前来偷窥的 RC-135情报机。RC-135由 C-135发展而来，
尽管美国前前后后一共造了32架，不过按照功能类别不同，又分了10来种。而这次前来上海偷窥的是绰号“战斗派遣”的 RC-135U， 专门负责收集、定位和识别对方陆基、海基和机载雷达信号，用以开发或升级自己的雷达接收器、雷达干扰器和制造反辐射导弹等等。这款 RC-135U 非常稀少，美军本来制造了3架，不过其中1架被改装成了 RC-135VW 铆钉接头，剩下2架的编号我也找到了，分别是64-14847和64-14849。从外形上看，这2架与其他型号的 RC-135最大的不同点也显而易见，那就是前面有2个凸起的雷达探测装置，并被漆成了鲨鱼嘴。那么6月3日那天到访上海的又是哪架呢？我将847和849的16进制码输入进 ADS-B Exchange 后，在6月3日当天找到了它们。可以清晰看到，849是在中国东海画三角，而847则出现在了美国德州的达拉斯附近。看起来现阶段唯2的2架 RC-135U， 只有849一架被部署在了日本的嘉手纳基地。我们来到6月3日当天，根据日本当地网友的 Twitter 记录，849于日本时间8点48分起飞，也就是北京时间的7点48分。本来是直直的向韩国济州岛方向飞去，却在9点钟左右来了个大角度偏转，向中国大陆上海的方向飞去。此时已进入到中国的东海防空识别区，飞至距离领海基线仅29海里后，随即向北，一直沿着海岸线飞行，到达青岛海军基地后再次折返，按照原路返回至上海，又在浙江沿岸跑了一圈后，于下午1点多返回嘉手纳基地。那么这次 RC-135U 距离上海这么近，是不是就是专门为了003的下水而来呢？刚才也说了， RC-135U 是专门针对对方的雷达信号收集获取而来，而003这次只不过是下水出坞，上面即便进行了一些预习装，像四面站相控制雷达这种高端设备，也不会这么早安装的。例如002山东舰在2014年4月下水，11月其相控制雷达还在安装。而即便003装了某些雷达，整个下水过程也是由拖船协助完成的，供电系统和雷达根本不会开启。所以 RC-135U 此番要收集003的雷达波信息，也只能收集个寂寞了。那么849此番前来又离上海如此之近，到底是为什么呢？6月3日端午节当天，几乎所有人都将目光聚焦在003的下水上，但却忽略了一则新闻，那就是6月3日上午，同样距离沿海基线不远的浦东机场里，一架由中国商飞制造的 C919 客机也从机场起飞了。这架 C919 飞机也是首架交付给东方航空公司的飞机，端午节当天正在进行交付前的最后试飞测试，预计将于今年内交付给东航。而其试飞的路线则是前往上海北部的江苏南通上空进行一段时间的盘旋。而根据 ADS-B 数据显示，在这架 C919 飞往南通的途中，也刚好是 RC-135U 抵近上海后向北转弯的时刻。这段时间2架飞机的部分飞行轨迹完全处于平行状态，所以美军这架 RC-135U 是不是项庄舞剑，意在沛公呢？当然也不排除这个可能。另外，这架14849作为美军在东亚唯一可用的 RC-135U， 此后几天也没闲着。我跟踪到了它在6月6日又前往到我国海南岛沿海基线外也转了一圈。那个时间点刚好爆出了加拿大和澳大利亚情报机在我国沿海抵近侦察却反被骚扰的新闻，原来是美加澳的一套组合拳。而到了6月10日，849又飞到了南海岛礁附近进行了一番情报收集。这架飞机以后我们还会重点关注，尤其是在003真正下水的当天，再来看看它的动向。好，那本期视频就录到这里，我们下期视频再见。